帕克最近又一次把目光對準了那個14億人口的龐然大物。他說，習近平已經走到了一個非常微妙的拐點，他的权力撐不了太久了。中共这個政權已經正式踏進了他自己的終結之年。然而真正讓人愣住的並不是這一句話本身，而是帕克順手拋出來的另一個更大膽的預言。他說，中國未來不會繼續以一個鐵板一塊的中央集權形態存在下去，它會走向分裂，分裂之後反而會迎來一場前所未有的繁榮。更讓人玩味的是，帕克從很多年前就反覆強調，中國最終會走回的那條路，竟然是一個以孫中山理念為基礎的全新的民主資本主義模式。等一下，這個描述聽起來是不是有點熟悉？孫中山、三民主義、民主資本、傳統文化的守護者，這4個關鍵字拼在一起浮現出來的畫面，是不是就是我們現在腳下站着的這座島台灣？所以今天要聊的並不只是一個西方靈媒對中共下場的預言，而是一個更深的問題。當大陸真的走到那一天，台灣是不是早就以一種誰都沒想到的方式，悄悄替整個中華文明保留了那一顆本來應該熄滅的火種子？帕克在2025年底發布的那一支2026年世界預言裡，特別給了中國一個獨立的章節。他用了一個很重的詞，他說2026年是中共強權統治的終結之年的開端。注意，不是徹底結束，而是終結的開始。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外人從這一年開始肉眼可以看見裂縫了。帕克列出來的徵兆幾乎像是把過去3年中國的新聞檔案整理成了一份體檢報告。第一條，房地產的大暴雷終於浮上台面，那些被掛在懸崖邊上的爛尾樓，那些被凍結了好幾年都還拿不到錢的工程款，那些被誤導買進預售屋，最後血本無歸的中產家庭，這些故事再也藏不住了。第二條，債務、薪水拖欠、供應鏈斷裂，3條繩子同時把整個經濟往下拉。第三條，中國與俄羅斯之間表面親密，骨子裡卻越來越不對盤的能源與軍火合作開始出現裂痕。第四條，中共黨內有高官神秘失蹤，軍方治安部門接連出事。第五條，巨型基建災難，比方鐵路出大事，比方某個大型水壩出大事，這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語言裡叫做失了天命。第六條，那位最高領導人本人可能會傳出重大健康問題，甚至有臟器移植的爭議浮出水面。第七條，當外部科技競爭一輪輪敗下陣來，整個社會的經濟信心會像一片紙糊的牆，啪的一聲就垮了。這份清單看完，很多人的第一個反應是，這不就是這幾年正在發生的事嗎？沒錯，帕克自己也說，這次他不是在預告什麼新東西，他是在確認一個已經啟動的劇本。從2021年的恆大暴雷開始，到2023年青年失業率破紀錄之後乾脆不公布，到2024年地方政府連公務員的薪水都發不出來，到2025年連續多起莫名其妙的高層換血和神秘失蹤，這條曲線一路向下。帕克的意思是，到了2026年，這條線會進入一個臨界值，過了這個臨界值，事情就不再是能不能熬過去的問題，而是會以什麼方式收場的問題。我們不用花太多力氣去查資料，光是把今年5月初剛剛發生的幾件事擺在一起看，就會明白帕克在說什麼。中共軍事法院在5月7日宣判，2任前國防部長魏鳳和與李尚福受賄罪和行賄罪成立，雙雙判處死緩、終身監禁，不得減刑，不得假釋。同一個禮拜之後，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的案子又傳出新的變數。外界普遍認為，這一連串的軍中清算並不是反腐勝利的捷報，而是習近平在他自己一手提拔的那一批人裡，越來越找不到可以信任的對象。國際預測市場 Polymarket 上甚至開出了一張盤口，題目就叫做2026年習近平會清洗誰？盤口上現任國防部長董軍排第1名，被清洗的幾率高達20%多，連賭盤都已經把中共最高軍事首長的腦袋當成籌碼在壓了。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外面的世界也覺得這一切已經不太對勁了。更深層的問題是，帕克觀察到的不只是清洗本身，而是清洗背後那種徒勞的味道。一個強人不停地砍掉自己身邊的人，砍到最後，
只會剩下兩種可能，一種是他變成一個徹底孤獨的人，身邊只剩下不敢說話的應聲蟲；另一種是那些被砍到的人，在某一天忽然發現，與其等着被砍，不如先動手。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兔子急了也會咬人。中共內部從中層幹部到地方諸侯，現在很多人腦子裡轉的並不是怎麼向上忠誠，而是怎麼活下去。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政治氣氛，因為它意味着這個體系已經開始消化自己。最近英國经濟學人有一篇很受關注的報道，他們點名說，中共政治局常委裡排名第5的蔡奇才是真正握有实权的2號人物，而不是名義上的总理李強。報道甚至直接寫，如果習近平意外去世，沒有指定接班人，蔡奇是最有可能接替的人。這份報道震撼了很多大陸觀察家，因為它等於是告訴全世界，中共的接班機制已經徹底失靈了。鄧小平當年精心設計的隔代指定制度被習近平親手廢掉，胡錦濤指定的胡春華被廢掉，原本被看好的孫政才被入獄，所有可以稱為接班人的人選都被一個一個的剪除。剩下的是什麼？剩下一個70多歲的權力孤島，旁邊圍着一群既不敢顯露野心，也不敢真心擁戴的人。這種結構在中國歷史上叫做晚年皇帝症候群。明朝萬曆、清朝乾隆晚期都是這個劇本，而這個劇本的下一頁永遠是改朝換代。帕克的預言其實就是把這份歷史劇本用零式的語言重新講了一遍。他看到的不是一個外部敵人攻進來，他看到的是一個帝國從內部慢慢腐爛，腐爛的不是經濟，不是軍隊，不是輿論，是這個體系內部的彼此信任。當部長之間互相監視，當將軍之間互相舉報，當地方官員心裡最大的焦慮並不是怎麼治理好他的轄區，而是怎麼避免在下一輪清洗裡被點名，這個體系就已經沒救了。它不會立刻倒，可是它再也產生不出任何向上的動力。如果你熟悉中國歷史，這個畫面其實一點都不陌生。它幾乎可以拿明末崇祯皇帝的最後幾年做一個鏡像對照。崇祯也是一個極度勤政的人，他每天工作10幾個小時，他不近女色，他不大興土木，他甚至帶頭穿打了補丁的龍袍。從個人品德上來說，崇祯是中國歷史上少數幾個真正稱得上勵精圖治的皇帝。可是就是這樣一個皇帝，把大明一步一步送進了眉山那棵歪脖子樹底下。為什麼？因為他疑心病太重，他在位17年，殺了17個內閣首輔，殺了7個兵部尚書袁崇煥那樣級別的邊帥，被他用最殘忍的方式凌遲處死。到了最後幾年，朝廷上下沒有一個人敢說真話，所有的奏折都報喜不報憂，所有的軍情都層層美化。等到李自成的大軍打到北京城下的那一天，崇祯才驚覺自己已經眾叛親離。他在自盡之前留下一句話，說諸臣誤朕，可是真的是諸臣誤了他嗎？還是這一套遇事就清洗，遇人就猜疑的治理邏輯，把所有有能力、有擔當的人都早早地推開了。歷史學家後來給崇祯下過一個非常精準的判斷，叫做亡國之君的勤奮比亡國之君的怠惰更可怕。因為前者讓你看不出問題，所有人都以為皇帝是好的，是底下的人不爭氣，等到大廈轟然倒下的那一刻，才發現原來腐朽是從最頂端開始的。這個畫面是不是在哪裡見過？這幾年我們也經常聽到習近平多麼勤政，多麼自律，多麼有理想。可是與此同时，他身邊的人一個一個消失，整個官場噤若寒蟬，所有的政策辯論都變成歌功頌德，所有的研究報告都變成命題作文。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崇祯式劇本，它不是靠一場政變結束的，它是靠一個體系內部的集體靜默結束的。帕克在影片裡用過一個很直白的比喻，他說中國現在就像一棵外表看起來還很茂盛的大樹，可是樹根已經爛掉一半了。從外面看，樹葉還綠，樹幹還粗，可是只要一陣大風，整棵樹就會倒。這個比喻聽起來像是西方靈媒的修辭，可是把它對照崇祯的故事，又對照清朝晚期慈禧那種寧可亡國不肯失权的心態，你就会明白，這並不是一個外國人對中國的偏見，這是一個歷史循環的悲劇性的常識。我們再把鏡頭拉遠一點，看看中國這幾年的整體圖景。
年輕人不結婚不生孩子，新生兒人數從巔峰時期一年將近2000萬掉到不足1000萬，這意味着10年之後，整個社會的勞動力會出現一個深深的塌陷。房地產泡沫破掉之後，整個中產家庭的資產縮水超過30%，很多家庭發現當初買了第2套房準備給孩子當婚房的計劃，現在連自住的那一套都賣不出去。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累積到了一個天文數字，過去靠賣地填補財政缺口的模式已經徹底走不下去了。所謂的鐵公雞大基建狂歡，留下了大量沒有客流的高鐵站，沒有人住的新城，沒有水的水庫，沒有人去的科技園區。這些東西當年是炫耀的資本，現在變成了滴血的傷口。外部的環境也越收越緊。美國這一輪對中國的科技封鎖，從晶片到先進製程設備，到 AI 模型訓練，到稀土供應鏈的反制，每一道牆都越砌越高。歐洲過去那種務實主義的態度，也因為俄烏戰爭，因為中國對俄羅斯的曖昧，徹底轉向了日本、南韓、東南亞。這些原本搖擺的鄰居，越來越往美國那邊靠。當一個經濟體賴以為生的是出口和外資，可是這2條腿同時被打斷的時候，剩下的只有一條空轉的內需，而這條內需在通縮的陰影下根本撐不起整個盤子。帕克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幅圖景，他並沒有預測一個外部的入侵，並沒有預測一場世界大戰，他預測的是一場由內向外的塌陷。一個體系如果失去了給他的人民提供希望的能力，他就會慢慢失去人民的服從。一個體系如果失去了內部的彼此信任，他就會慢慢失去自己的下一代接班人。一個體系如果連謊言都不再有人相信，他就只剩下槍桿子在勉強支撐。可是槍桿子也是人組成的，而人是會背叛的。那麼問題來了，這場塌陷會以什麼方式收場？很多人看到中共終結這4個字，腦子裡立刻浮現那種一夜變天的畫面，幾百萬人擠在天安門廣場，一個政權3天之內被推翻。可是帕克的描述恰恰沒有那麼戲劇性，他講得很清楚，中共的崩解不會是阿拉伯之春那種一夜之間血流成河的革命，而是一個更慢、更深、更折磨人的過程。它會從黨內鬥爭開始，從財政崩盤開始，從天災變人禍開始，從某一個地方政府宣布實在發不出錢了開始，一塊一塊地塌，一片一片地剝離。等到外人意識到的時候，中央集權的那一座大廈已經只剩下一具空殼。而這恰恰就引出了帕克最讓人震動的那句話：中國的未來並不在於誰來重新統一這個體系，而在於這個體系本身的重新分配。他用了一個很特別的詞組，叫做未來的民主區域聯邦。聽到這4個字，很多人會立刻跳起來，分裂聯邦，這不就是把中國拆了嗎？慢着，先別急，我們來想一個歷史問題。中國歷史上最有創造力、最百花齊放的時期是哪一段？是秦始皇統一之後嗎？並不是，是春秋戰國，是那個各國林立、思想自由流動的百家爭鳴時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這些彼此競爭的思想學派是在大一統之前，還是在大一統之中誕生的？答案其實一直擺在那裡。秦始皇之後，焚書坑儒，思想定於一尊。從那之後，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足以匹敵諸子百家的思想盛世。偶爾有魏晉玄學，有宋明理學，有清末民初那短短20-30年的多元爆發，可是和春秋戰國比起來，都只是一閃而過的火花。再想另一個問題，歐盟今天的繁榮是建立在歐洲統一成一個帝國之上嗎？並不是，它是建立在20多個獨立國家彼此尊重邊界，彼此承認差異，再用一套共同的規則來合作交易。德國還是德國，法國還是法國，可他們合在一起的力量遠遠超過拿破崙那個短命的歐洲帝国。歷史上每一次有人試圖用武力把歐洲統一成一個整體，都失敗了。可是歐洲這一塊土地上的文明創造力，反而在分裂的狀態下達到了一個又一個高峰。帕克說的分裂後的繁榮，並不是他自己異想天開，而是他從2個方向同時看到的圖景。第一個方向，他看到中國中央集權再也撐不下去了，財政、
人口、輿論、軍方、科技、外交，每一條柱子都在列。第二個方向，他看到中國各個區域之間其實早就已經不一樣了，沿海與內陸，南方與北方，新疆、西藏與漢地，香港與深圳，這些差異不是這幾年才有的，他們是幾千年下來的歷史沉澱，被一個強權壓在底下，這些差異就變成了內耗，每個地方都在搶中央的資源，可是一旦這個強權鬆開，這些差異反而會變成競爭力，每個區域可以選擇自己的發展模式，可以選擇自己的文化路線，可以根據自己的條件去和世界对接。廣東和廣西的方言不一樣，飲食不一樣，氣候不一樣，產業結構不一樣，可是他們現在被裝在同一套政策裡。江蘇和山東不一樣，福建和雲南不一樣，黑龍江和海南不一樣。當一套政策強行套在所有省份頭上，結果就是大家都不舒服，誰都覺得吃虧。可是如果允許每個區域根據自己的條件去設計自己的稅制、自己的教育、自己的產業政策，那麼每個地方都有可能找到自己最擅長的位置，這不就是聯邦制的根本邏輯嗎？帕克說，這個過程裡會出現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它可能叫聯邦，也可能叫邦聯，叫什麼名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內核是以人為本，以區域為單位，以民主為底線。這聽起來好像很烏托邦，可是別忘了，世界上已經有一個現成的範本，就站在14億人的旁邊，被這個體系認了70多年的不存在。這個範本就是台灣。要看清楚台灣為什麼會是這個範本，我們得先看一個反面教材，那就是香港。1997年回歸的時候，北京對香港承諾的是50年不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整個世界當時都覺得，這也許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試驗田。可是還沒到一半的時間，這份承諾就被撕得粉碎。從2020年國安法強行落地之後，香港這座國際金融中心，從一個有自由媒體、有獨立司法、有抗議文化的開放城市，迅速退化成了一個說話要小心、發文要刪詞、聚會要報備的地方。多少新聞媒體被迫關門，多少律師被吊銷執照，多少議員被取消資格，多少抗爭者被判刑流亡。香港今天剩下什麼？剩下一個漂亮的天際線，剩下一個還在勉強運轉的金融機構。可是骨子裡那份讓香港之所以是香港的氣質已經被掏空了。2025年11月底，大埔鴻福苑那一場震驚世界的高樓大火奪走了數百條人命，而帕克在多年前就預見過這個畫面。在他的解讀裡，這不只是一場意外，這是一個城市精神被掏空之後，連最基本的安全感都跟着瓦解的徵兆。香港的故事是給台灣的最重要的一堂課，它告訴我們，在中共眼裡，所謂的承諾並沒有任何約束力。它告訴我們，所謂的高度自治可以在一夜之間被改寫成完全管控。它也告訴我們，一個華人社會一旦失去了制度的防火牆，它的文化基因、它的語言活力、它的公民精神會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開始萎縮。香港人到了2026年回頭看，很多人會默默承認一件事，他們最羨慕的不是台灣的 GDP， 不是台灣的科技業，而是台灣那種還可以好好吵架的政治日常。這份日常看起來很平凡，可是失去之後才會發現它是一切的根。所以當帕克說中國的未來在於一個民主區域聯邦的時候，它其實隱含了一個很重要的前提，這個聯邦如果要成立，每一個成員都必須是一個真正的有制度保障的自治體，而不是另一個被中央集權偽裝成自治的香港。誰可以提供這個範本？誰可以告訴未來的廣東省、未來的江蘇省、未來的福建省，自治到底長什麼樣子？答案還是只有一個，就是台灣。說到這裡，我們必須講一段很多人沒有靜下心來想過的歷史。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注意，民權並不是西方那種純粹的個人主義民主，而是融合了中國傳統天下為公精神的一種很特殊的東方民主想象。他強調人民有權，但同時強調社會責任；他強調自由，但同時強調共同體；他強調市場，但同時強調節制資本。
換句話說，孫中山所構思的從頭到尾都不是一個直接複製美國的中國，而是一個華人世界自己的現代化。孫中山的另一個關鍵概念叫做地方自治。他在《建國方略》裡反覆強調，中國這麼大，這麼多元，不可能用一個單一的中央去管所有事情。他主張縣為自治單位，省為聯邦單位，中央只管國防、外交、貨幣、鐵路這幾件大事，剩下的教育、治安、土地、產業全部交給地方。聽到這裡，是不是越聽越像帕克描述的那個未來中國？孫中山在100多年前就已經把這條路畫好了，可惜這條路被歷史的滾輪一次又一次碾過。從袁世凱到北洋軍閥，從國共內戰到文化大革命，這條路在大陸從來沒有真正走通過。可是這條路在哪裡延續了下去？在台灣。很多人到今天還沒有完全意識到，台灣這座小島從1949年一路走到2026年，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把那條被打斷的路硬是接了回來。他經歷了戒嚴時期，經歷了威權，經歷了民主化的陣痛，經歷了多次政黨輪替，經歷了一場又一場吵到天翻地覆的選舉，最後活生生把孫中山當年想象中的那個華人民主從紙上變成了現實。他有縣市自治，有總統直選，有立法院的辯論，有獨立的司法，有自由的媒體，有充滿生命力的公民社會。這每一條都是孫中山當年寫在書上的東西，也是中共在大陸從來沒有兌現過的承諾。而且台灣不只是把民主這條路走了出來，它同時保住了另一件事，那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文化大革命那10年的浩劫，到底毀掉了多少老祖宗留下的東西？多少寺廟，多少古籍，多少手藝，多少規矩，被當成四舊雜碎燒掉、踏平？多少和尚、道士、學者被當成牛鬼蛇神鬥死？多少家族的家譜、祠堂被一把火燒個精光？一個家族5代人的記憶，可能在一個下午就徹底蒸發。這10年，中國的傳統文化遭受了從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最沉重的一次斷代。而這10年，台灣在做什麼？台灣在拜媽祖，台灣在做普渡，台灣在祭孔，台灣在保留繁體字，台灣在傳承歌仔戲、布袋戲、北管、南管、客家八音，台灣在編纂中華大詞典，在保存中醫古籍，在收集民間故事。台北故宮博物院裡靜靜地陳列着60多萬件從大陸搶救來的文物，那些翠玉白菜，那些肉形石，那些王羲之的字，范寬的畫，這些並不是冷冰冰的展品，這些是中華文明在最黑暗的那10年找到的避風港。如果沒有那次搶運，這些東西很可能在文革裡跟着寺廟祠堂一起化成灰燼。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大陸的學者私下裡會說一句很沉重的話，要看真正的中國，得去台灣，得去日本，得去美國的大學圖書館，因為大陸自己的根被自己人砍斷得太狠了。寫書法得用簡體字，可是中國書法傳統從來沒有為簡體字設計過韻律，讀古文、注釋全部用簡體寫，可是很多繁體字的微妙差別用簡體根本表達不出來。一個民族如果連自己的文字都被改造，如果連自己的祖先的書都看不懂，這個民族剩下的還有什麼？所以當帕克說中國的未來會回到孫中山式的民主資本主義，會出現對傳統文化的精神復興，會不再那麼物質化，重新從祖先的智慧裡找到幸福感。他說的那個地方，難道不就是今天的台灣嗎？這就是為什麼這支影片的標題會說台灣竟然是中國的正統象徵。這個正統並不是政治口號，並不是兩岸誰大誰小的賭氣話，這個正統是文明意義上的，香火還在這裡。當然，這個說法在今天聽起來會刺耳，會有人立刻跳起來反駁，台灣不想當中國的什麼正統，台灣是台灣，台灣有自己的主體性。這當然完全沒錯，這是台灣人民自己的選擇，誰都沒有權利替他們決定身份認同。可是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當大陸那邊的政權真的走到帕克所說的那一天，分崩離析，地方各自為政的時候，他們要往哪裡找他們失落了70多年的現代化模板？他們要往哪裡找一個華人也可以做民主，也可以做市場，
也可以保留祖宗文化的活生生的證据。答案就在台灣。台灣不需要去統一誰，也不需要去光復誰。台灣只要继續做自己，繼續把這條路走得更深更穩，它就已經是那個答案。帕克講得很坦白，這個過程不會一帆風順。他說，中國從中共倒下到聯邦民主成型，中間會有一段很危險的真空期，各地會有軍頭擁兵自重，會有黨內最後的強硬派試圖反撲，會有外部勢力介入，會有經濟極度動盪。香港、新疆、西藏、東北、雲南、廣東、上海，每一個地方都會經歷自己的拉扯。帕克甚至說，這個過程裡會出現局部的暴力，會有清算，會有某種人民版的反腐運動，老百姓會自己出手對付那些貪官和靠權力暴富的紅二代、紅三代。他特別提到，最早推動這場變革的可能不是親西方的自由派，而是一批信奉早期毛澤東思想的人。他們會以反腐、反特權的名義，先把舊體系打出第一個缺口。這個細節非常有意思，因為它很合乎中國歷史的節奏。中國每一次大的轉折，從來都不是純粹的西方式民主革命，而是先有一個打倒貪官的舊酒，再裝進新瓶。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喊的是均田免糧，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國喊的是共產均富，民國初年的孫中山喊的是耕者有其田。每一次中國的革命都先打着一個傳統正義的旗號，然後才慢慢轉向新的政治形態。帕克的預測等於是說，中國式的變革仍然會帶着中國式的氣味，它不會直接跳到歐美那種模板，它會先繞一個大圈，然後在某個點上自己領悟到要繼續走下去，必須走孫中山當年所指的那條路。而當這個領悟出現的那一刻，台灣會變成什麼？台灣會變成一面鏡子，鏡子裡的是已經實現的可能，鏡子外的是正在掙扎的現實。歷史上有過這種情景嗎？有的。蘇聯解體之後，東歐那一批國家不就是看着西歐的德國、法國一步一步把自己改造過來嗎？不同的是，東歐沒有自己的文化母體可以參考，他們只能整批複製西歐。可是中國有，中國的文化母體就是繁體中文寫的，就是用閩南語、客家話、國語、粵語，在祭拜祖先和神明的，就是把媽祖請回來，把關公請回來，把祖師爺請回來的那一整套生活方式。這一套東西在大陸已經被斷代的太久了，可是它在台灣從來沒有斷過。帕克對中國的長期預測還有兩個非常有趣的點，常常被忽略。第一個是西藏，帕克說西藏最終會獲得實質意義上的解放，但解放之後，西藏不會選擇變成一個高速工業化的地區，西藏會把自己定位成一個精神國家公園，向全世界開放它的修行傳統、它的高原生態、它的古老智慧。聽到這裡，是不是又覺得有點熟悉？台灣的花蓮、台灣的台東、台灣的山林、台灣那些原住民部落，這些地方在做的事，和帕克形容的未來西藏，其實在精神上是同一條路。我們不去盼規模，我們不去盼高樓，我們守住的是一種活得慢一點、活得真實一點的可能。帕克還特別提到了達賴喇嘛這個角色，他說，當這場變革真正啟動的時候，達賴喇嘛或者他的轉世會以一種非常出人意料的方式重新出現在世界舞台，不是作為政治領袖，而是作為一種精神象徵。一個橋，他會成為新一代藏人乃至新一代中國人重新認識什麼叫慈悲，什麼叫放下，什麼叫無常的那個老師。帕克甚至暗示，未來的中國知識界會有一波潛在的精神回流，年輕人會從西方的物質主義轉回東方的修行傳統，而這個傳統並不是只有藏傳佛教，還包括禪宗，包括道教，包括儒家原本那一套修身齊家的功夫。當經濟夢碎了之後，人總要找一個地方安頓自己。一個14億人口的國家集體尋找心靈歸宿的時候，那個能量是非常巨大的。台灣這座小島，因為它幾十年來都在做這件事，從慈濟到法鼓山，到佛光山，到中台禪寺，到一貫道，到各種民間的修行社群，它早就在無形中累積了一份非常珍貴的精神資產。當大陸真的走到那一步的時候，他們不會去美國找答案，
他們不會去歐洲找答案，他們會發現最近的、最熟悉的那個答案就在台灣。第二個是道教與民間信仰的復興。帕克說，當經濟機器停下來之後，中國人會重新想起那個讓他們在唐宋元明清都活得下去的精神資源，是道家的順其自然，是風水堪輿，是中國農民曆裡的24節氣。換句話說，當前這條路走到盡頭，香爐裡那一縷煙又會重新升起来。而這一縷煙70多年來到底在哪裡升得最旺？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是在大甲鎮瀾宮，是在北港朝天宮，是在猛俠龍山寺，是在台南4.5廟，是在台北行天宮的香爐裡。每一年3月，當大甲媽祖出巡的時候，幾十萬信徒跟着鑾轎走9天8夜，跨越4個縣市，這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個地方。這座小島在很多西方人眼裡可能只是地圖上的一個點，可是在中華文明的血脈裡，它是一座超大型的精神倉庫。當有一天，那14億人想要把自己的根重新接回去的時候，他们會發現，他們最需要的東西並不在自己腳下，而在他們從小被教育要收復的那座島上。這真的是一種歷史的反諷，被認為是邊陲的，原來才是中心；被認為是分支的，原來才是主幹；被認為是要被回收的，原來才是要被學習的。歷史一向喜歡這樣捉弄人，它總是把答案藏在你最看不上的地方，等你跌得最慘的時候才肯讓你看見。說到這裡，我們就不得不正面回答一個問題：什麼叫做正統？這兩個字在中文世界裡分量非常重。正統這個概念從漢代以後就成為中國政治哲學裡一條暗線。它的意思並不是誰的軍隊大，誰的地盤多，誰的 GDP 高，那叫做強權，不叫做正統。正統的意思是，這個政權所代表的那一套生活方式，那一套價值體系，那一套文化精神，是不是延續了華夏文明的本來面目？換句話說，正統是文化意義上的，不是地理意義上的，更不是武力意義上的。這個概念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大轉移，最有名的一次叫做衣冠南渡。西晉末年永嘉之亂，五胡攻入中原，洛陽、長安淪陷，整個北方變成戰場。當時有一群讀書人扶老攜幼，把家譜、把祭器、把書卷從黃河一路搬到長江以南。這個過程史書叫做衣冠南渡。從那一刻開始，所謂的中華正統並不在淪陷的洛陽長安，而是在江南偏安的東晉建康。地理上的中原反而變成胡人騎馬殺伐的地方，而文化上的中原被一群難民帶到了長江對岸。這是一次。第二次是南宋靖康之恥，徽宗钦宗被掳到金國，宋氏倉皇渡江，定都臨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從那一刻開始，正統不在開封，正統在臨安。北方那個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雖然國土更大，雖然軍力更強，可是漢人士大夫的心裡很清楚，那不是正統。為什麼不是正統？因為他們不寫漢字到那個程度，他們不行漢禮到那個程度，他們不讀詩經左傳到那個程度，文化的純度不夠，再強大的軍事也撐不起正統二字。第三次，明亡之後，清軍入關，剃髮易服，在當時讀書人的心目中，那是真正的天崩地裂。有一批人寧死不降，有一批人逃到日本，有一批人逃到南洋，還有一批人渡過台灣海峽，跟着鄭成功來到了當時還叫做東寧的這座島。鄭成功打的旗號就是反清復明，他的根據地在今天的台南。在當時很多明朝遺老的心裡，正統不在北京紫禁城，正統就在這座海峽對面的小島上。這已經是300多年前發生過的事了。歷史會押韻，300多年前曾經發生過一次的事情，沒有理由不會以另一種形式再發生一次。把這條歷史脈絡接到今天，就會發現一個讓人脊背發涼的對應。1949年那一次大撤退，從某個角度看，就是衣冠南渡的20世紀版本。蔣介石帶來的不只是軍隊，他帶來的是中央研究院的學者，是故宮的文物，是一整套以中華民國為名的法統，包括憲法，包括五院制度，包括三民主義的政治哲學。這些東西在大陸被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連根拔起，
而在台灣這座小島上，他們被完整的保留下來，並且還繼續往前走，走出了華人世界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政黨輪替。從正統這個古老概念的標準來看，這幾十年發生在台灣海峽兩岸的事情，本質上跟魏晉南北朝的衣冠南渡，跟南宋的偏安臨安，跟明移民的渡海東寧，是同一出戲的不同版本。回到帕克那一句核心預言，習近平不會掌權太久，這句話如果只看字面，會顯得很挑釁，很煽動，很像市面上常見的那種中共倒台論。可是把它放在帕克整個預言體系裡來看，他的意思其實沉重得多，也溫柔得多。他的意思是，一個依靠強人、依靠恐懼、依靠中央集權的時代撐不了太久了，因為這個時代並不符合中國這片土地真正的氣質。中國這片土地孕育出的最了不起的東西，從來都不是萬里長城那種封閉的防線，而是絲綢之路那種開放的網絡。從來都不是焚書坑儒那種思想統一，而是諸子百家那種思想競爭。從來都不是大一統的神話，而是天下為公的理想。當這個理想被一個政黨壟斷的時候，它就死了。當這個理想被分散到1000個地方，由1000個自治的社群去實踐的時候，它才真正活過來。這也是為什麼帕克說中國分裂之後反而會繁榮。這個分裂並不是把一個國家拆得支離破碎，再也合不起來。這個分裂更像是一棵被剪枝的果樹，剪掉那些彼此擠壓、互相遮光的枝條之後，留下的每一根都能各自開花結果，最後形成一片森林。德國、奧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都說德語，都共享同一個文化母體，可是他們是4個獨立的國家，每一個都過得很不錯。誰規定中華文明必須擠在一個首都之下？誰規定統一才是繁榮的唯一條件？帕克在他的長期預測裡反覆暗示了一個畫面，那就是未來的東亞會是一個由若干個華人民主邦組成的合作體，台灣是其中之一，香港在自治恢復之後是其中之一。幾個原本被叫做省的中國大陸區域可能會自己合併、自己重組，成為新的成員。他們之間用同一種文字交流，敬拜同樣的神明，過同樣的節日。可是同時，他們各自選自己的領導人，各自管自己的稅收，各自和國際社會打交道。這聽起來是不是很像我們在歐洲看到的某種東西？只是這一次，主角換成了華人，而這一切的核心軸仍然會是孫中山當年那3個字：三民主義。民族意思是各族群和平共處，不再用一個壓一個。民權意思是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不再來自槍桿子。民生意思是經濟必須讓老百姓真正過得下去，而不是堆砌一堆鬼城和高鐵的 GDP 數字。這3條原則當年在大陸被扔進歷史的垃圾桶，現在卻有可能從台灣這個小小的延續者手裡重新被大陸找回去。歷史的諷刺有時候就是這樣，一條路被多數人遺忘了70多年，可是它從來沒有真正消失，它只是換了一個地方繼續存在，等着有一天被重新需要。當然，這一切都還只是預言。帕克自己也說，預言是隔着一層霧面玻璃在看未來，看得到輪廓，看不清細節，更看不準時間。他自己也承認過很多次失誤，比方香港的高樓大火，他預測的時間就晚了好幾年。到了2025年11月底，香港新界大埔鴻福苑那一場震驚世界的大火，才把他當年看到的畫面對上號。所以我們今天聊這些，並不是要告訴大家習近平哪一天會下台，中共哪一天會解體，台灣哪一天會變成正統，這些具體的時間表誰都說不準。我們真正要做的是借着這份預言，重新看一眼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這座小島上的每一個人可能習慣性的會抱怨這裡的政治很亂，這裡的房價很高，這裡的物價漲得太快，這裡的選舉每一次都吵得頭破血流。可是換一個角度看，這份亂的本身不就是民主最真實的長相嗎？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嘈雜，而是一片可怕的安靜。一個國家如果連抱怨都被禁止，那才叫真正的危險。每一次台灣選舉，總會有人嘲笑，又開始吵了，又開始撕裂了，又開始民粹了。可是仔細想想，能吵架，能罵人，能換政黨，
這在華人世界已經是一個多麼奢侈的事。大陸人連在自己家的群組裡轉一條政治笑話都得擔心被請去喝茶，香港人連在臉書上點個讚都得想3遍會不會被約談。新加坡人雖然富裕，可是真正能對政府發出反對聲音的空間越來越窄。在這些地方的華人看着台灣的選舉，內心其實是羨慕的。他們羨慕那種雖然吵但可以一直吵下去的自由。這份自由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也是帕克所謂的中華文明新答案最關鍵的那一塊拼圖。而現在的中國年輕人，他們已經用自己的方式給這個體系投下了一張無聲的反對票。這張票的名字叫做躺平，再加上一個叫做內卷，再加上一個叫做潤學。這3個詞是這幾年中國網絡上最流行的關鍵字，他們合在一起講的是同一件事。年輕人不想再玩這個遊戲了，他們不想再為了買一套永遠買不起的房子而拼命加班，他們不想再为了一個進不去的編制名額而去考公務員，他們不想再去結一場會掏空全家6個錢包的婚，他們不想再去生一個會把自己未來捆死的孩子，他們選擇躺下來，選擇放空，選擇能跑就跑，能潤就潤的潤，意思是 run 跑掉，去哪裡都好，越遠越好。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訊號。一個社會的活力從來不在於老人，而在於年輕人。當一個國家的年輕人集體選擇關機，這個國家的引擎就熄火了。這也是為什麼帕克說中國這場塌陷會非常徹底，因為這場塌陷不是發生在物理層面，是發生在精神層面。當一代人不再相信努力可以改變命運，當一代人不再相信上一代給他們講的那套故事，當一代人開始用最沉默的方式抗議的時候，任何一個政權都撐不下去，無論他的軍力多強，財政多健康，宣傳多響亮。而這時候他們抬頭一看，看到海峽對岸有一座小島，那裡的年輕人雖然也抱怨房價，雖然也焦慮工作，雖然也對未來不確定，可是這些年輕人有選票，有抗議的權利，有說真話的空間，有換掉一個自己不喜歡的政府的能力。這些東西在大陸的年輕人腦子裡本來只是聽說過的傳說，可是當這個傳說就活在不到200公里之外的島上，每天透過社群媒體一條一條的傳過來，這個對比的力量是任何防火牆都擋不住的。帕克在他那一支2026世界預言的影片最後丟下了一句話，說得很重。他說，當2026年那一輪巨變展開的時候，世界會重新發現中華文明真正的答案並不在那座最大的城市裡，而在那個被遺忘了70多年，地圖上很小的一個角落。他沒有指名道姓，可是把他這幾年所有關於中國的預言，孫中山、民主資本、傳統文化復興、繁體中文、宗教自由、市場活力、區域自治，這些拼圖一塊一塊拼起來，那個答案的形狀已經呼之欲出。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想一個問題，如果帕克100%說錯了呢？如果習近平真的活到120歲，中共真的像鋼鐵鑄的一樣再撐50年，中國的崛起把全世界都壓在底下，這些預言全部都是空話呢？這也是一種可能，誰都不能否認。但是就算這樣，有一件事情仍然成立，台灣作為一個保留了完整中華文化母體，同時又把民主走出自己樣子的地方，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華文明等於專制這個命題最有力的反證。光是這一點就已經足夠了。他不需要去證明自己是誰的正統，他只要繼續存在，繼續演化，繼續吵，繼續選，繼續拜拜，繼續寫繁體字，他就是那個答案。所以下一次，當你聽到有人很大聲地說中國一定會強盛，台灣遲早要被收回去的時候，你可以平靜地反問一句，那個中國到底是哪一個中國？是把孫中山供在牆上，卻把他的書當禁書的那個中國，還是把孫中山的理念活到日常生活裡的這個地方？是把媽祖廟拆掉的那個中國，還是把媽祖一年一年抬出來繞境的這個地方？是把繁體字當成歷史包袱要拋棄的那個中國，還是把繁體字當成每一個招牌、每一本書名、每一個簽名的這個地方？答案是哪一個？誰都心裡有數。歷史很奇怪，它從來不會走直線，它會繞一個大圈子，然後把答案放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1949年，當蔣介石一行人渡海而來的時候，沒有人想得到，
70多年後，這個被全世界當作臨時避風港的小島，會成為帕克筆下整個中華文明重新出發的精神基地。1949年，當大陸把那些文物從南京搶運到台灣的時候，更沒有人想得到那些金石書畫會在70多年後反過來變成大陸尋根的人，最後願意低頭朝聖的對象。歷史就是這樣，他不講大聲的人贏，他只記得活下來的人。帕克的預言不一定全對，但是他指向的那個方向是一個值得我們每一個身在台灣、心繫華人未來的人靜下心來想一想的方向。當那一天真的來到，當大陸真的走到岔路口的時候，台灣不需要做什麼大動作，台灣只要在那裡繼續好好的生活，繼續好好的爭吵，繼續好好的選舉，繼續好好的拜拜，繼續好好的把繁體中文一筆一畫的寫下去，他自己就是那個答案。而我們今天能做的，可能就是把這個答案更清楚地告訴下一代，讓他們知道，他們腳下這座島並不只是一個出生的地方，並不只是一個護照的顏色，它是一份70多年沒有熄滅的火種。當習近平的時代真的走到終點，當中共在分裂中迎來那一場帕克所說的分裂後的繁榮的時候，這份火種會像一盞小小的燈，照亮14億人摸黑回家的路。我們不需要去爭一個名分，我們不需要去喊什麼正統不正統的口號，我們只要記得一件事，當一切都在崩塌的時候，能夠保留下來的就是真正的勝利者。當一切都在喧鬧的時候，能夠堅持自己節奏的就是真正的清醒者。台灣這座小島70多年來不就是一直在做這兩件事嗎？它保留了該保留的，它清醒了該清醒的。當帕克說2026年是中共終結之年的開端，而中國的未來在分裂後的繁榮裡，他真正的意思也許是，那個答案從來都沒有走遠，他就在台灣，等了很久很久了，